我觉得基本上哈整个两岸的情势跟整个国际架构的态势来说哈，我是认为说到因为明年2022中共20大啊，之前当然习近平他为了寻求连任哈，那在这之前真的对台动武对他来讲风险是非常高的啊，弄不好他自己可能连任都不成。那所以基本上对台动武，我觉得在20大以前可能性不高，但是他要对内展现一个他有能力管控台湾问题的一个领导的一个统御能力，所以他可能会维持一个高度的军事压力哦。那当然对内表示是所谓的反独哈，以这样的理由跟借口，所以对台会企图要展现一些打击台湾，特别是这个台湾政府的一个等于威信，让台湾的士气哦能够可能被他影响。那在恫吓之下，他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最后就是要以武来触统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对台，我觉得他一个整体的策略。那具体上面会怎么做？我觉得当然，其实从去年来看哈，去年这中国自己的疫情也非常严重哦的情况之下，它的攻击都持续在威胁台湾。那包含像去年4月连它的辽宁号的航母舰队，跟今年先前4月一样，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出岛链。那比较特殊的是说，那时间点美军是因为它罗斯福号这个航母染疫，所以变成说在这个地区出现一个军力的真空，所以他借那个机会想要以夷谋霸。那同时间当然最重要就是要以夷乱台。那今年会不会出现？我觉得最近的疫情如果可以管控好，我觉得它就会维持一个常态性对台的骚扰。但是如果相对来说跟去年比又持续有升温的情况，当然不能排除它也借这个时间点又加大以夷乱台这样的一个模式哦。那以夷乱台可能政治上、心理上、假新闻各方面的一个骚扰的方式之外，军事上的动作当然也不会少了哦。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它在这个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其实连这个南战区74集团军都分别在做一个2栖抢滩的登陆演习。所以刚刚谈到说，最近释出它的一段画面，那个画面我们过去不是没有见过哦，它就是用这一个071的这个2栖登陆舰，然后搭载它自己国造的726A 野马级的气垫船，然后直接抢滩，这个上面搭载其实也不过就是一辆96G 的这个坦克，那能够搭载的这一个正规的陆战队兵力其实并不多，但是就是要借由这样的画面的释放来恫吓你台湾，因为2栖登陆对这一个两岸之间来讲，当然针对性就是对台湾。那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是说，它演习的区域像在福建来讲是在这个东山附近，那这一个广东那个地方也在做，那个区块相对于离台湾本岛来说，可能恐怕离台湾的东沙更接近。那特别是它这一次的2栖的登陆，它在做一个多层双操，也就是说，除了海面上用气垫船来抢滩登陆之外，它也从这个071上面等于说起飞的直升机直接从空降的方式，等于说用立体的登陆方式。那这个部分当然，既然释出所谓的相关的影片，当然就是心理上在恫吓台湾，这的确是有这一个宣传的作为。但是实际的军事准备上，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我觉得这2年这个解放军对台的一些相关的演习来讲，相较于过去，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过去以所谓的这一个对台的一个恫吓心理战为主，那表演性质其实居多啦。但是这2年来说，我们不能排除说它一步一步的在累积一些某些战场的经营，或者是说在做相关计划的验证跟准备哦。但是我这样强调是说，他在做准备，并不是说他已经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因为他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他现在的确在这个习近平要求实战化演习的情况之下，一步一步在累积。但是这个累积需要花多少时间，其实我觉得是可能也会非常遥远，因为不是一触可及哦。像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军在这个整个台湾的防卫上面来讲，不管是滩岸上面的防卫，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防疫公式或者是各种作战计划或者演习，都是已经累积几十年了哦。那这个我觉得必须要关注的是说，习近平的确是有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野心，但是这样的一个思维不见得是放在最优先啊。那我刚刚讲那个时间点2022之后，那当然先前美军的印太司令很多出来呼吁说，有没有可能是2027年？那当然就是相对比对时间来讲，因为2027可能又是他的21大，也是跟他连任有关哦。但是军事上面的能力，我认为说，
是不是解放军可以迅速累积？我觉得一个部分是对台的部分，当然它要能够具备整个迅速夺台的压倒性的优势哦。我觉得现在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它2栖的一个登陆载具各方面，用军事要硬吞台湾，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哦。那第二个，我觉得持续升温的部分是说，它也必须要加大评估一个变数，就是过去当然武力夺台的方式最大，对他来讲，美军是不是介入是一个他最必须要评估的一个变数。但是现在不止美军，我们看到现在连日本、连澳洲纷纷都谈到台海情势，如果必要的时候，不管是用支援美军的方式，或者是其实就形同已经整个兵力可能会介入台海作战。那其他你看在南海的部分，其他英国、法国都跑来跟这一个日本要做联合的军演，而且是非常特殊的是陆上的联合军演，这也在日本来讲也是首见哦。过去来讲，法国、日本可能海上联合军演有，但是真正派这个2栖这个突击舰，然后带着一个正规陆军的兵力进驻到这个日本的九州，进行一个美日法那这样的一个陆上联合军演，过去是非常少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国的兵力哦纷纷前进到南海，不止到南海，现在其实一路延续到东海，那中间当然涵跨的台海。那现在包含这次演习哦，日本这个防卫大臣岸信夫也还突然宣布说，连澳洲也要加入这一次在东海最新的这个美日法加澳4国的海上联合军演。等于说你可以看到解放军他未来哦，除了评估他自己本身夺台的一个能力之外，他也必须重新评估或思考整个这个所谓的反介入作战，不是只有对美军反介入作战，可能是美日澳多国的一个联合盟军的一个态势哦。他如何在军事上甚至在外交上能够妥善处理这样子，如果今天一旦对台动用武力之后，带来后面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可能被孤立的反效果之外，另外内部他对他自己政权的一个撼动哦，这些变数全部都要放进去。不过我觉得还是最后要强调，就是说。当然，随着疫情可能有所变化，不管是升温或者能够有效管控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绝对会利用这个机会对台见缝插针哦，这是这个毋庸置疑哦。那特别是当然有些部分它的军演是例行性的，因为每年都在进行，但是它会借这个机会来放大。那特别是像这一次在73、74军这样的一个2栖登陆的一个演习，过去也许是作为区域性、军团性的一个。地区的演习，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得出来，可能会一步一步的加码，然后利用台湾内部，如果台湾自己没有办法这个冷静下来，好好的面对的情况之下，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心理战的一个模式或宣传战的模式，在这个持续对你落井下石，加大对台打击的力道。